叶巧儿，你赶紧和我儿子退婚！我儿子进厂当工人的指标才刚到手，提亲的媒人快把我家门槛踏破了。就你还想嫁进来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孙卫东，你今天来也是这个意思？你真的要退婚？你也该认清现实了。我妈没有说错，你我早就走不到一条道上了。用不了几天，我孙卫东就是端铁饭碗进城领工资的人了。你天天摆弄这些破布头，丢死人了。你嫌弃我拿针线丢人？好，我们分手。你以后别再来找我。而且，你摸过自己的良心吗？你那个名额是托关系办下来的，打点用的那笔钱，你敢说打哪儿来的？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东西？我儿子有出息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前程都是他凭真本事拼出来的。那些钱分明是你上赶着送上门孝敬我们的，怪得了谁？你去求厂长办事，买香烟的钱是谁出的？你去县城医院体检，交的挂号费是谁给的？那全是我这双手一针一线把眼睛都熬红了给你攒出来的。行，分手可以，我成全你们。你把这2年花我的320块钱全部还给我。哪儿来的钱？你有什么凭的说我用过你1分钱？你拿得出欠条吗？叶巧儿，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？孙卫东，直到今天我才看透你的真面目。这320块钱就当我花钱喂了狗。打今天起，我叶巧儿跟你们孙家再无半点瓜葛。拿着你们的破东西给我滚！走就走，算你识相。我就瞧着吧，没了我儿子，看你日后能混出个什么名堂！你就等着饿死吧！你这是要干啥？不要动我的绣架啊！妈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这幅绣品明天就要交到镇上绣庄去了。让人退了婚，你是觉得丢人丢的还不够？你居然还有闲心捣鼓这些换不来一口饭的破烂！你马上给我收拾东西走人，丢人现眼！妈，这些东西不是换不来饭的破烂，这是姥姥他们一代代传到我手上的云氏乱针绣，我靠这门手艺也能养活自己。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心血全毁了？你别拿你姥姥跟我说事儿！你姥姥绣了一辈子花，眼睛都熬瞎了，临了躺在床上，连抓副药的钱都拿不出来。我绝对不想再走他那条死路。这么说，连你也觉得我这双手一文不值？你也觉得我比不上孙卫东那个进厂的名额是不是？我就算饿死，也不会放弃刺绣，我就留在村里，哪儿也不去。有用就去广东的厂里用，人家南方招流水线女工，包吃包住，每个月还有工资。明天一早你就去车站坐车。你要是端不上这碗稳定的饭碗，以后就别叫我妈。我不去，我死也不去南方进厂，我要留在村里刺绣，我要把姥姥的手艺传下去。你必须去，你要是死抱着这门没人稀罕的手艺不放，早晚得喝西北风。你恨我也行，你骂我也行，只要你去了南方，以后你能活下去就行。姥姥，他们都说你的手艺不值钱，我不信，我不信啊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叶巧吗？我可听说了，他昨天刚被孙卫东上门退了婚，连他亲妈都看不上他那点绣八头的活计，正撵他去南边打工呢。可不咋的，亲妈都不待见的人，还能好到哪儿去？我看呐，他这种人去南方厂里也没人要，天天拿根破针线，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，活该被人家孙卫东甩了。妈妈呢？这个时候她能去哪里？什么东西？这是……原来我妈不是嫌弃我，她是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。她是怕她死了以后，我一个人在村里没有活路。妈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瞒着我？你病得这么重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去南方？
我就是卖血也要给你治病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死。去广东的火车票钱根本不够给妈治病，我必须马上弄到钱。先去省城碰碰运气吧，找个能挣钱的活再说。太好了，这里要招人，还是日结。大叔，你们这儿还缺打零工的吗？我手脚快，力气大，啥脏活累活都能干，只要能马上结钱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主展厅缺人拖地，马上要开馆了，你干不干？我干，这就能上工。明天省里的文化大展就正式开幕了。这幅清代皇家克斯古绣画为什么会破了这么大一个洞？你们现在才告诉我没办法修？陆总，真不是我们不修，这幅古绣的丝线太老了，风化的非常严重，现在只要针尖一碰，旁边的纤维就会碎掉。用现代胶水粘合，颜色立刻发黑变脏。明天省里的领导、外宾和各大媒体记者都会来，这是整个展览的主展品。事到临头，你们说修不了，明天外宾来了，我拿什么撑场面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今天必须给我弄好。陆总，除非不用胶水，靠古法批丝补绣来续结断纹，可那是失传了几十年的老手艺，现在根本没人会了。真找着会的人，手上没有几十年功力，也接不上这活。那就再去联系省里的老师傅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不管人在多远，立刻把人给我找来。陆总，眼下都过晌午了，临时找人哪还赶得及？要不先撤下这幅古绣，换一幅备用展品顶上？绝对不行，这是镇馆之宝，把它撤了，这场展览就等于抽了主心骨。先散了，开展之前我要问题解决。这种断纹的走向，这种丝线的材质，姥姥教过我怎么处理，这根本不需要什么几十年的功夫。以我现在的水平，修复这个绣布完全没有问题。哎呦，我的天老爷啊！你这丫头不要命了！金贵的展品也是你能伸手摸的。刘姐，我没干啥，我看它破了一个洞，我就想……你就想啥呀？你想，这东西金贵的很。刚才陆总发那么大的火，那么多老专家都摇头说没法修，你倒好，胆子大的包天，伸手就敢碰。什么都别说了，马上走人。今天的工钱你也别要了，赶紧回乡下躲2天。刘姐，我真的一点没碰坏它。你听我说，我刚才已经把线接上了，只要再给我10分钟就能把它完全补好。我需要那50块钱工钱救命。我晓得你没歹意，可修文物是你一个乡下丫头能懂的事儿吗？真要追查起来，你有没有歹意顶什么用？你赔不起的。快走快走，别连累我。连50块钱的工钱都没拿到，妈的医药费还没有着落。我的绣布居然马上要修补好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谁干的？刚才那个保洁呢？立刻把他给我找回来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找到他。怎么会？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竟然能修复到这种程度？这个手法，这不可能！这是失传了70年的批丝补绣绝活，一根丝线劈成16股，完全顺着原有纹路走。这针法简直是神仙下凡呐！刚才那个保洁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他家住哪里？你马上把人找回来。陆总，陆总，我不知道啊，他就是个来干1天临时工的村姑。他自己报的名叫叶巧儿，家在柳塘村。我怕他弄坏东西赔不起，就把他赶走了。你把一个会绝世手艺的大师当临时工赶走了？你知不知道他刚才那一针挽救了整个省博大展？马上去保卫科查监控。没错了，他这手艺绝对是大师，必须马上追回来。让司机把车开到大门口，去财务室提3000块钱现金带上。
现在立刻跟我去柳塘村找人。陆总，马上就要开馆了，您现在走不开啊！外宾和领导马上就到了。展览的事让副总盯着。叶巧儿这种手艺人，绝对不能流落到外面。要是被别的省份抢走，我们整个省文化局都要跟着丢人。开车，用最快的速度去柳塘村。没拿到工钱，连去广东的车票都买不起，只能买张去省城的短途票，去那边卖血。一张去省城的票。哟，这不是我们村的大绣娘吗？咋的？针线活混不出名堂，认命去南边进厂了？我早说过，就你那两下子，能翻出什么浪来？最后还不是得像狗一样去外地讨饭吃？好狗不挡道，给我滚开！我干什么去，跟你这个废物没有半点关系。你那身衣服都是拿我的钱买的，你有什么脸在这叫唤？叶巧儿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现在是正式工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真去了广东，可别在外面卖身，丢了我们柳塘村的脸！嘴巴放干净点儿！你再敢喷粪，我把你满嘴牙都敲下来！巧儿，叶巧儿，你在哪儿？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李大伯，我在这儿，怎么了？你别去南方了，你妈在家里大吐血，人都晕死过去了。村长已经找牛车把她往县医院送了，你快去看看吧，晚了怕是见不到最后一面了。叶巧儿，你妈这是遭报应了，活该！谁是赵秋菊的家属？我是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病人是恶性肿瘤引发的胃部大出血，必须马上安排切除手术，否则撑不过今晚。你先去交2000块钱的手术押金，交完钱我们立刻推他进手术室。2000块钱，在那个年代，够在村里盖3间大瓦房。医生，我手头就这些，先押上成不成？剩下的我去借，我去卖血，我肯定能凑齐。求你先救救我娘，先给她动手术吧。姑娘，不是我存心为难你，院里有院里的章程，押金不凑齐，麻醉药就领不出来。你快去想办法凑钱吧，病人等不起。我上哪儿去弄2000块钱？连亲戚都没有，谁会借给我这么多钱？谁能救救我妈？只要能救她，让我做牛做马我都愿意。赵秋菊的手术费我来交，立马给她安排最好的医生动手术。你是展厅里的那个大老板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这双手的本事，配得上这个数。我帮你交了2000块钱的押金，但这钱不是白给的，我要你帮我绣一幅画。省博下礼拜办文化大展，我缺一件能压住全场的镇展重器，一幅长达2米的黄河九曲图。这活难到了极点，你接不接？2米长卷，短短1周内交货，几乎不可能完成。稍有不慎，一针刺错，整幅画就全毁了。接！只要能救我娘，别说2米，就是20米我也绣。好，够爽快。剩下的押金我会立刻让人补齐，你就在这儿安心等手术结果。手术很成功，肿瘤切除了，血也止住了，病人很快就会醒过来。巧儿，你怎么没走啊？妈拖累你了，妈是个废人啊。妈，我不走了，医药费已经交齐了，医生说你以后能好好活下去。我接了一个大活，人家老板给我垫了医药费，我要留在村里，靠我的刺绣挣钱。刺绣？谁会花2000块钱买你的刺绣？巧儿，你可千万别干傻事儿啊！你是不是把自己卖给人家了？妈，人家是大老板，看中了姥姥传下来的手艺，他说我的手艺是无价之宝。
只要我秀出那幅黄河九曲图，欠的2000块一笔勾销。人家另外还在给我一笔奖金。妈，这一次我想赌一把，我要向所有人证明，我们家的手艺不丢人。好，妈信你。你姥姥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你的。2米长的画卷，7天之内完成，几乎不可能，但我必须做到。不仅是为了治母亲的病，更是为了证明姥姥的手艺。姥姥，帮帮我。最难的就是浪涛的质感，稍有不慎，黄河就会变成一条死气沉沉的黄泥带。叶姑娘，这都第4天了，交期马上就到了，你这进度根本来不及啊！要不然赶紧联系家电电脑绣花厂，让机器赶制一幅先顶上。横竖那些外国人也瞧不出深浅。不可能，机器绣出来的东西死板僵硬，根本没有灵魂。你们陆总要的是镇展之宝，不是流水台上的工业品。我答应了7天交货，就绝对不会晚1分钟。不好，手扎出血了，绝对不能让血滴在绣布上。好困，织布还没完成，不行，我还不能睡，必须得让自己清醒一些。清醒多了。陆总，绣完了。太震撼了，这简直是神迹。不可思议，这分明是叫人无法置信的东方系数。这么宏大的画面，居然是用一根比头发还细的线做出来的。中国的手艺太了不起了！多亏了叶巧。叶巧儿，那2000块钱的欠条一笔勾销，这3000块是这幅镇展重物另算给你的报酬。你这门本事担得起这个价。我的老天爷啊！3000块钱，他绣个破布居然挣了3000块！我家男人在地里刨1年也挣不到300呀！没想到女人家凭针线也能挣下这么大一笔钱。咱们要是也把这手艺学到手，往后是不是也能腰板硬气一回？以后再也不用看男人脸色要钱花了。我叶巧儿不靠进场，不靠男人，靠我这双手，一样能活出个人样来。巧儿，忙着呢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已经没关系了。巧儿，这些天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，咱俩处了这么多年，哪能说散就散？我知道错了，咱们和好吧。复合？你当时退婚的时候，不是说我拿针线丢人吗？那些话都是我妈的意思，我当时脑子一热没转过弯来。我手里攥着进厂指标，用不了多久就能转正。你如今也能挣几个钱了，咱们一个有奔头，一个有本事，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我这是主动递台阶，你就别再拿架子了。给我台阶？你这台阶怕是冲着我口袋里的钱才搭起来的吧？叶巧儿，你别把人想得这么龌龊，一个妇道人家猛地攥着这么大笔钱，你能看得住？我念过书，眼看又要进厂，往后你挣的钱都归我打理。大钱男人拿主意，女人守着锅岸转，自古不都这个理儿？我是怕你被外面的野男人骗了。滚！我挣的钱凭什么交给你这个废物管？叶巧儿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当时嫌我穷退婚，现在看我有钱了又像狗一样贴上来，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，马上给我滚出我家！叶巧儿，去把你妈叫出来。我今天大发慈悲，来跟你们谈谈婚事。我们家跟你没什么好谈的，提上你也带烂橘子，给我出去！你别不知好歹！我家东子心软，寻思了大半夜，到底不落人你往后孤苦无依。哼，他现在可是有进厂名额的准工人。你虽说有过退婚的事，名声上不干净，可念你如今能挣几个钱，我们孙家勉为其难点头，这门亲事还能接着办。勉为其难？
你儿子那点死工资还不够我一幅绣品的零头，你哪来的脸在这儿大放厥词？你别以为挣了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，女人再能干，最后还不是得嫁人。不过想续这门亲，得依我们的规矩，你必须拿出那3000块钱给东子买辆摩托车，他往后骑摩托进厂上班多有面子，也算你给婆家添了光彩。你进了孙家的门，你的钱理所当然归孙家，这叫天经地义。我闺女的血汗钱，凭啥填你家买摩托的窟窿？赵秋菊，你可别蹬鼻子上脸！我儿子肯回头收下你家这名声败坏的闺女，哼，是你们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这是给你们家收拾烂摊子。烂摊子，我呸！我以前眼瞎，觉得嫁进你们孙家是条出路，如今我算看明白了，你孙家哪是什么出路，分明是个吞人的火坑！你敢打我！我闺女熬红了眼，一针一线挣来的钱，凭什么白送你家那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窝囊？我闺女的日子不指望嫁谁来撑，她凭这双手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也给咱老叶家挣足了体面。拿着你的烂垃圾，给我滚出去！赵秋菊，你疯了！你女儿抛头露面，跟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老板勾搭不清，除了我家东子，以后谁还敢要她？你再敢满嘴喷粪，我今天就打断你的腿！你们给我等着，你们绝对没好下场！巧儿，以前是妈糊涂，以后你想秀什么就秀什么，妈绝对不拦你，咱们靠自己一样能活得风风光光。叶巧儿，省里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国家级展览，急需一幅顶级大作《朱雀朝阳》。这幅画的难度比黄河高10倍，需要用到失传的双面异色绣，你敢接吗？我接。这幅画关系到省里的荣誉，不能有丝毫懈怠。不对，有人来了。叶巧儿，你还真忙啊！大半夜的还在给那个姓陆的野男人干活。他送你几根破线，你就这么卖力？孙卫东，你私闯民宅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否则我现在就喊人报警！报警？你报啊！你喊全村人来看看，你大半夜在房间里藏着我！你从前可是跟我定过亲的人，这会儿摆什么高姿态？你是不是跟那个陆老板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才拿到那么多钱的？你放开我！你敢打我？你以前哭着求着给我缝鞋垫的时候，怎么不敢动手？你不就是会绣2只破鸟雀，就真当自己是好人物了？退后！你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我今天就扎穿你的喉咙！退婚那天，我们早断得干干净净了。算你狠，你给我等着！终于走了，快被吓死了。谁干的？是他，昨晚没占到便宜，今天趁我不在翻窗进来毁了我的画。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
是孙卫东那个畜生！我这就去派出所报案，让警察抓他。离交货只剩10来个钟头了，眼下头等大事不是抓人，是把作品保下来。你还能重绣一幅吗？从头再绣一幅，时间上根本赶不下来。如果没有这幅画，省里的名额就会被别的省份抢走，难道我们就这么认输了吗？不，我绝不认输，我绝对不会让孙卫东那个无赖得逞。陆总，把所有的红色丝线和金线全部找出来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朱雀折了翅膀，那就叫它踏着烈火再活一回。撕裂的边口不必费劲抹平补齐，我要用金线锁边，做成火苗的形状。烧边立体绣，化残为美，朱雀浴火。好，我给你打下手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这幅绣画的升级修复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距离交付日期越来越近。在陆岩的帮助下，这幅绣画终于完成了。这不再是平面的绣画，这是一只要冲破画框、浴火重生的神鸟。这哪里是补救，这分明是一记绝杀！叶巧儿，你是个真正的天才！妙啊，太妙了！这种立体火纹和破损边缘的结合，简直是神来之笔。这幅画的艺术价值远超原本的朱雀朝阳。鉴于叶巧儿同志在传统刺绣上的杰出贡献，市里决定支持叶巧儿回村开办非遗传习绣坊，带动全村妇女传承手艺，增收致富。我以公司名义给叶巧儿本人和传习所投3万块启动金。3万块！我的妈呀！叶巧儿这时期要当大老板了。传习所今天正式招收学员，没摸过绣花针不要紧，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带，记下算钱，验收一幅当场结一幅，当日现结，绝不拖欠。巧儿，俺手笨，常年拿锄头，也能学吗？能，手笨就先成分线打底，只要肯下功夫，谁都有活干，有钱进。春杏，饭不做猪不飞，跑这儿来瞎掺和什么？就你那双钻罐锄把磨满老茧的手，也配学这种细法活？铁柱，俺就想学个手艺，挣点钱补贴家用。赶紧给我滚回家去！反了你了！女人就该在家操持家务，抛头露面，丢人现眼。可不是，叶巧儿自己就不清不白，还要把全村媳妇儿都带偏了。陆老板凭啥给他3万块？背地里指不定拿什么换的。快回去，别杵在这丢人现眼。都给我站住！这是官方下发的扶持文件和白纸黑字的投资合同，每一分钱的来路都写得明明白白、干干净净。跟着我干，验过一张当场付一张的钱，打底2块钱一副，细纹5块钱一副，多劳多得，当天现结。张铁柱，你一年在地里刨食能挣几个钱？你老婆在这里干1天，顶你干3天。你们要是嫌钱烫手，现在就滚！俺不走，俺要报名学刺绣。俺也报名。与其窝在家里受气，还挣不着一个子儿，来这儿干活强出100倍。叶老板，俺们跟你干！春杏嫂子，你手劲儿大，负责裁布和绷绣架；眼神不好的嫂子负责分线和打底色；小梅手巧，负责绣精细的花叶。最难的收尾和点睛，全部由我来做。原来刺绣也能像做衣服一样分工合作，不用一个人从头做到尾。这就是流水线作业，个人做个人拿手的，效率翻倍，质量也有保障。30块，俺一天居然挣了30块。钱搁哪了？赶紧掏出来！老子要去打牌买酒。
这是俺一针一线熬出来的辛苦钱，明儿还等着买米买面给娃交学费呢。你敢反抗老子？张铁柱，你再泡一下试试。俺现在自己能挣钱养家，不用看你的脸色。你想喝酒，自己滚去地下挣钱买。从那天起，村里的妇女们彻底翻了身，她们把传习所当成了娘家，把叶起子当成了主心骨。巧儿，是我混账，当初不该松手让你走，你出来跟我见上一面。我以前眼瞎，我现在治好了。各位乡亲都来评评理啊！我一个大老爷们为了他，把膝盖都跪下了。他心里但凡还说一丝良知，就没有不原谅我的道理。巧儿，你是不是瞧不上我如今丢了工作？是不是有陆老板给你撑着腰挣着钱，就再瞧不见我了？一个乡下丫头，凭空落下3万块的投资，背地里拿什么换的？鬼才晓得！你就是被那个陆老板包养了。孙卫东，你胡说八道！巧儿领着我们本分做活挣钱，那笔投资是市里点头批的，大家都是挣钱的。你除了跪地纠缠闹事，还会什么？报警！你报啊！你从前可是跟我定过亲的。孙卫东，你半夜私闯民宅，企图不轨，还当众造谣诽谤，证据都在这里。我已经把录音交给了村委和派出所。你个败类，还想跑？这就是叶巧儿今天扔垃圾的地方，看看能翻出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果然找到了，这是他的急稿。叶巧儿，你给我等着！怎么样，钱老板，要不要考虑跟我合作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能保您赚得盆满钵满。希望你别让我失望。叶老板，你们的手工绣太贵了，现在市面上到处都是和你们一模一样图案的绣片，人家那货背面都带胶，一撕就能往衣服上贴，一张才1分钱。果然是孙卫东干的，拿着我的废稿找钱老板的工厂大亏量印刷，用1分钱的低价疯狂倾销。巧儿，这可咋办啊？城里商铺都不收咱们5块钱的手工货了，咱们拼不过机器的速度和价格呀。叶巧儿，都瞧清楚了吧？这才叫会做买卖。你手上功夫再漂亮，顶什么用？市场眼里只有便宜货。等我把你的单子抢个精光，看你还拿什么在我跟前抖威风。叶巧儿，你没救了，这次就等着完蛋吧。大家别慌，让他先得意几天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他卖的根本不是刺绣，是催命符。孙卫东，你个黑心烂肺的，卖给我们的都是些什么害人玩意儿？太阳晒了半天，背胶全化了，把客人的高档衣服全毁了。而且这布料有毒，客人贴在身上，皮肤严重过敏起红疹。现在客人把我们店都砸了，要我们赔钱。跟我有什么相干？是你们自己不会使。何况这些花样原本就出自叶巧儿那儿，出了岔子找他去。这就是你卖的1分钱便宜货。你偷走的那张废稿，是我故意设计的化工染料排斥结构。普通的工业染料印上去，只要见光遇热，立刻就会产生有毒气体。你连底稿都看不懂，就敢拿去批量生产坑人！报警！抓他去坐牢！抓他去坐牢！我的儿啊，你们放开他，他肯定是被冤枉的。叶老板，实在对不住，机器绣出来的虽然死板点儿，但老百姓图便宜啊。你们手工太慢，价格太高，我们真的进不起货了。外头人都讲，机器一来，女人再折腾这些也是白搭，还不如回家侍弄庄稼。俺才刚靠绣活挣着钱，咋眨眼功夫路又断了。
姐妹们，别灰心，我找到机器的死穴了。机器虽然快，但它的针脚是死板的，全是统一的十字交叉，它根本做不出我们云氏乱针绣的灵气。最重要的是，机器只能做单面，它做不了双面异色绣。从今天起，几毛钱的批量廉价货我们彻底不做，我们只做机器仿不来的高档私人定制，把新郎正的名字用暗纹藏进喜服的龙凤尾羽里。我们要让每一件绣品都变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哎呦，不得了，真的是神了！这名字是怎么藏进去的？这是云氏乱针绣里的引针法，配合双面异色绣。机器的针法是程序设定好的，死板僵硬，只有人手才能根据光线和丝线的反光度，把字藏进图案里。绝了！这才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东西。我就这么一个闺女要出门子，满街都是的机器货，我哪好意思往外拿？花多少钱都不打紧，我图的就是这份脸面，这套喜服，我出500块买了。500块，俺们一单就挣了500块。我们不仅没有被机器打垮，反而完成了产业降维升级。全国传统文化博览会代表的选拔就在几天后，这次的名额非常重要。这天娘把我叫到卧室里，说给我准备了一件好东西。巧儿，这是你姥姥生前留下的龙骨含铁针，这根针是用天外云铁打的，能穿透最坚硬的布料不断。从前我怕你抱着这手艺受一辈子罪，就一直压着没传给你。如今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妈，明天的比试，我绝不会给老祖宗的手艺丢脸。为了让现代材料工艺和老手工当面比个高下，找死！本场比试全体选手只能用早委会统一拍发的新式高硬度纤维布，并且只能使用组委会提供的标准型号金刚绣花针，谁都不准动用自己带来的家伙事儿。这根本不是用来刺绣的丝绸或棉布，这完全就是一块硬邦邦的工业纤维板。先试一下这个布料的手感吧。不好，这布料材质太硬了，这针和布料根本不匹配。大家快看啊！哈哈哈哈，他连块布都扎不透，还把自己的手给弄伤了。就这点能耐，也配替省里去全国博览会露脸？老祖宗手艺的脸面全叫他败光了。选手工具折损，作业中断，作品已无法照常完成。依照现场比赛规定，现在宣布判定叶巧儿直接淘汰。谁敢淘汰他？这不是选手水平不行，是你们这块特种布料和统一发放的空心劣质针根本不匹配。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故意刁难。赛事规程第10条的补充事则写得清清楚楚，倘若组委会统一派发的工具带有致命断裂隐患，并致使选手挂彩，选手有权申请更换，并使用自带的传统工具替代。不行，说好了统一工具就是统一工具，他要是换了自己的针，这比赛就不公平了。如果不按规则办事，我现在就给省纪委打电话，查查这批劣质钢针到底是谁采购的。补充细则确有此条，准许叶巧儿换用自备工具。比赛继续。太厉害了，这么硬的特种布到他手里竟跟裁一张寻常薄绸似的，这简直是行云流水，游刃有余。我这机器走线误差连一丝一毫都没有，论精密，甩开手工不知几万倍，这个参赛名额抛不出我的手心。坏了，布料太硬，机器功率开得太高了，完了，这下彻底的完了，我的机器呀！机器算得出最省线的走法，却摸不透布料骨子里的脾性。机器的高温和高频穿刺早已破坏了布料的韧性。我使的是老法子里的藏针功夫，把吃力的支点全埋进了图案的骨架里，该密集的地方密集，该留白的地方留白。这种只有人手才有的气韵和力道布局，冷冰冰的机器一辈子也仿不出来。本轮结果，叶巧儿作品结构完整，针法纯熟，斩获金奖。
钱广发，站住别动！你因涉嫌向裁判行贿，私下扰乱比赛秩序，现在请随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冤枉啊！操纵比赛这种事儿，我压根儿没干过。前天晚上，你私下约见主裁判，在茶楼会面，这是你转账5万块钱的银行凭证。只要叫叶巧儿使不了他那根祖传的针，这场他输定了。叶老师，你这手绝活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。下个月省里有一场极其重要的外事博览会，我们要备一幅10米长的巨幅绣品，充当国家级的外事礼品。这副担子，你挑不挑得起？老祖宗的手艺能给国家长脸，这担子我挑了。兰姐，你男人马上就要断药了，只要你帮我办一件事儿，这5000块钱你拿去救命。你们想让我干什么？很简单，你今晚去叶巧儿的绣房，把那幅国礼的底稿拍下来交给我，只要按一下快门，你男人的命就保住了。不行，那是省里的国礼，巧儿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我绝对不能干这种丧良心的事。你不干，你男人今晚就得被医院赶出去等死。你家那2个还在上学的娃娃，以后就是没爹的孤儿。自己好好掂量掂量。巧儿，对不起，我男人等着救命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兰姐，大半夜的，你在这儿拍什么呢？巧儿，是我对不住大家。钱老板的人拿5000块钱逼我偷拍底稿，医院说明天再不交钱就停我男人的药。我实在是没路可走了，我真不是诚心要坑大伙儿啊！没路可走，就能把全村人的心血拿去卖吗？大伙儿把你当亲姐妹待，手头紧你开口就是，姐妹们凑一凑也能帮你渡过去。你为啥偏要背后下黑手？我不敢说啊，5000块钱是个天文数字，大家都拿不出来。我怕拖累大伙，也怕大伙从此小瞧我。巧儿，你报警抓我吧，是我丧良心，我活该坐牢。先站起来，别哭了，你跟我过来。他既然想送钱，这5000块咱们就收下救命。巧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把这幅底稿拍给他们交差，拿着那5000块钱去医院，把你男人的手术费交了。不行啊，巧儿，他们拿到图纸肯定会拿去批量印刷倾销，到时候满大街都是便宜货，咱们的国礼就彻底毁了。我要的就是他们疯狂铺货，他们印的越多，死的就越惨。你尽管去交差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。巧儿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。这是按照你们的要求偷拍的底稿。可以，照片没问题，做得不错啊。算你识相，拿去给你男人买棺材吧。兄弟们，马上开工，把机器速度调到最快，用最便宜的颜料和布料。天亮之前，我要看到10万份成品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省里要送给外国人的国礼图案，现在只要5毛钱，买回家挂在墙上，倍儿有面子。哎呦，这图案真好看，给我来10张，我也要，这么便宜，买回去给孙子当尿布都划算。叶巧儿的国礼任务黄了，我也赚得盆满钵满。钱大哥，这仇我替你报了。叶巧儿，我看你这次怎么办？叶巧儿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国礼导稿是绝密文件，为什么现在满大街都是5毛钱一张的同款同货？这种烂大街的便宜货，你让我怎么拿去送给外宾？如果今天拿不出解决方案，你们的国礼资格立刻取消。叶老板，听说你们的国礼黄了？哎呀，
这可真是太遗憾了。刺绣这种破手艺，早就该被时代淘汰了。领导，您看看，这手工干得再好，能有我们机器印得快吗？我们一天能印10万张，他10年也绣不出来。你们要是缺国礼，不如去我厂里批发点，我给您打8折。滚！马上给我滚出去！叶巧儿，我倒要瞧瞧你这回怎么跟上头交代。你那个破传习所，趁早关门大吉吧。时间差不多了。哟，执法人员同志，我们可是正经生意人。我们印的是普通风景图，既没偷也没抢，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正经生意人，你涉嫌恶意盗窃商业机密，特大金额侵犯知识产权。你的地下仓库已经被我们全部查封了。你放屁！图纸上的牡丹和云彩谁都能画，凭什么说是你们的？凭什么说你们的？你们有证据吗？郑局长，您看看这牡丹花蕊里的纹路是什么？好一招防伪暗纹，证据确凿。你连底稿里的微雕暗纹都看不出来，就敢拿去批量印刷？你们印的越多，侵权的数额就越大。带走。兰姐，这是5000块钱，拿去医院，把你男人剩下的医药费全部结清。巧儿，你不仅没怪我，还拿钱救我的命，我以后这条命就是你的。巧儿，坏人是抓了，可是国礼咋办啊？市面上全是那种图案的便宜货，咱们肯定不能用了，交期只剩10天了，咱们现在连底稿都没有。谁说我们没有底稿？之前那张牡丹图只是我拿来钓鱼的诱饵，这才是真正的国礼底稿。妈呀，这正反两面的画咋完全不一样啊？正面的黄河是赭金色的，背面的江南是绿色的，这在同一块布上，线不会穿透过去吗？这根本不可能绣出来啊！这叫三异绣，双面异色、异样、异针法。正面用平针绣黄河的浪涛，反面用乱针绣江南的柳叶，两面的丝线在布料中间完美隐藏，互不干扰。这种空间力学结构，机器电脑哪怕算力再高，也绝对无法复刻。绝了，这才当得起国之重器4个字。姐妹们，外界都说我们手工刺绣太落后，登不上大雅之堂。今天我们就让他们看看中国女人的手艺，300人3班倒，日夜不停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巧儿，别太拼了，休息10分钟吧。不能停，手感一断，这块布就废了。最后一针，上！成了！刺绣，这太古老了。我们大老远跑来，是想看一些现代化的工业科技展示。这种平面的布料没有任何科技含量，简直是浪费我们的时间。陆总，外宾兴致不高啊，他们根本不想看刺绣，要不咱们赶紧换个工业模型上来顶一顶。郑局长，您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各位贵宾，请看中国非遗三异绣。很精美的平面艺术，画工很细致，但这也只是一幅画而已，缺乏让人惊艳的创新。请各位贵宾移步到展架的另一侧。Oh my god！ 这根本不可能！一张薄薄的布料，居然能正反两面绣出完全不同的画面，颜色互不干扰，图案完全不一样。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没有胶水粘结的痕迹，
没有中间的夹层，纯靠手工穿针引线，把两面的丝线隐藏在布料的纤维中间。这是魔法，这是叫人难以置信的东方绝技，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伟大的艺术品。这种空间力学的精度，连我们最先进的机器都做不到。中国手艺太伟大了。叶老师，你为国争光了，你做到了，你真的做到了。我带领柳塘村的妇女，让老祖宗的手艺彻底震惊了世界。我真瞎呀！我怎么就瞎了眼要退婚啊？那本该是我的老婆，那3万块钱，那10万块钱，还有那些荣誉，本该全都是我的。巧儿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老实点，乱讲什么？机器大厂破产了，财产全被没收了。我曾经看不起的手工刺绣，现在成了国家级的无价之宝。热烈欢迎国家级非遗大师叶巧儿回村。巧儿老板，以前是俺们这帮大老爷们儿瞎了眼，俺们重男轻女，看不起女人拿针线，觉得女人就该在家围着锅台转。现在俺们服了，彻底服了。求你让俺媳妇儿继续在绣坊干吧，俺以后在家给俺媳妇儿做饭洗脚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对，俺们以后在家带孩子，让媳妇儿出来挣大钱。女人能挣大钱，俺们凭啥不服？铁柱哥，妇女能顶半边天，这话不是说着玩的。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咱们柳塘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叶巧儿，我来提亲了。陆总啊，咱们巧儿现在可是国家级大师，单凭长得体面，家底殷实，可不顶用。今儿个要是掏不出比金山银山还金贵的聘礼，叶家的门槛儿你就别想迈。第一份是柳塘村非遗刺绣产业园的全部股份转让书。第二份是九州锦绣在国家层拿下的外观加结构2项专利证书。第3份是省博高端文创独家供应链的10年合同。金山银山那一套太俗，真正拿得出手的聘礼，得保他一世安稳，也成全他一世所爱。有这3样，巧儿和几百个姐妹就能一辈子凭手艺立尊，堂堂正正挣钱，永远不被任何机器替代。陆总，这一辈子能碰上你，我不亏。金剪顺滑不磨手，针针穿丝不断线。余下的岁月，我陪着你把非遗守下去，把这份匠心传下去。老祖宗的匠心魂脉，并没有在岁月中消亡，它在针线交织中布上生花，生生不息。